普妙和尚在高雄，在整个台湾的佛教界里面，我没有听过有人说过他的坏话。我想这是跟那个老和尚的个性就非常的诚恳，他确实做到了这4个字，叫做老实念佛。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我们本次的主题是普妙和尚。普妙和尚他是高雄县人，现在的划分就是高雄人啊。那他16岁的时候就出家了。普妙和尚他担任过高雄元亨寺的住持，那他一生也是为佛教致力于很多的事业，比如说他有创建慈人文教基金会啊等等啊，然后他在佛教的教育还有慈善跟弘法的相关事业也是贡献非常多，一生宣扬念佛法门。那他是2009年的时候过世，据说是跟参公同一年过世的这样。那一样我们就是法师系列，以林老师的视角为出发点，然后来讲述就是林老师跟这些法师之间的点点滴滴的往事。所以我们按照惯例来问第一个问题，老师跟普妙和尚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普妙老和尚呢，我是在我高中的时候。高中啊？是我妈妈呢，她呢一生呢就亲近这个唱功，我们讲过了，唱功喜欢念佛。那么这普妙和尚呢，他呢也可以说跟唱功的因缘也非常深。他们两个之间呢，在我看起来啦，亦师亦友。也就是说呢，普妙老和尚呢，把唱功呢当成是一个他的长辈一样，因为唱功的年纪也比较大一点。那么唱功喜欢念佛，所以我妈呢也喜欢念佛。不过我年轻的时候，我对念佛法门呢，老实讲起来啦，没有什么感觉。那意思一直到我晚年的时候，才对这个念佛法门呢有兴趣，才比较专注，比较投入这样子。那么我记得我第一次呢到这个元恩寺了，那是唱功来元恩寺打佛七，那个时候还在旧的那个佛寺那边，在鼓山路啊，那比较旧的。那冬天的时候好冷，因为元恩寺呢一年有打2次的佛七，那年呢是冬天。我记得呢搭那个帐篷呢，那个风呢还会穿透，大家呢跪在那边呢念佛的时候，我呢真的是呢吃尽了苦头了。那时候念高中，所以后来啊，每次我妈呢要去元恩寺这个念佛人，她都说元恩寺的住持呢，这个普妙老和尚啊，说要见见你，你不去呢不行。所以呢，我呢有那一年呢，我就呢硬着头皮，高2吧，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妈呢就特别呢给我引荐。那么呢，老和尚看到我呢，就笑嘻嘻的，非常好。他说呢，林世敏你好，你妈这么虔诚呢，你将来也一定是佛门的栋梁。他呢这样来勉励我了。那我呢那时候只能呢尴尬的笑一笑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呢外物还很多了，一心呢还没有呢说完全呢放在佛教上这样子。那是我跟这个普妙老和尚的第一次见面，他就呢用了笑脸来迎我，而且对我呢鼓励有加了。那一次见师之后就没有，因为老师那个时候也不太喜欢打佛七嘛，是，所以该不会就跟唱功和尚的相遇一样，就是这样唱功来，因为唱功我比较认识比较多，所以每一次我都是第一天到，我在其他的视频有讲过这个，第一天我一定到，那么就去呢阅见了这个唱功还有普妙老和尚这样子，那么第2天就消失了。到了第7天呢圆满了，那天呢我就会出现，也会呢让这个2位呢老师傅们呢他们看一看，意思告诉他们说呢我又来了。没有跑掉。其实中间呢
我是没有到的。哦，所以就是普妙和尚也跟那个参公法师一样，就受到了这些的待遇。我相信他们两个都知道了，我偷鸡摸鱼呢，他们一定知道。可是呢，他们心照不宣了。那我呢，有一个自以为说呢自己很聪明，自己呢也在他们面前，我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惭愧，因为呢，好像我从头到底也都打了佛七了。了解。那之后嘞？之后是怎么延续跟普妙和尚的缘分？因为每一次这个圆恩寺有节目，有法会，我妈呢她都会要我参加。因为这个圆恩寺在高雄市啊，老实讲起来是赫赫有名的。你呢，无论是从五福路那边看过来，还是你要从那个水泥厂那个鼓山路那边呢看过来，你远远的你就可以看到呢，那个圆恩寺那个巍峨，那么耸立在寿山山上的那个呢大的那个宝殿，那一眼呢就可以看得到了。那这真的是气势呢非常的责人的，就让人家呢觉得非常的呢震慑。那么每一次去的时候呢，那么师父呢对我呢特别的，在我看起来啦，他们呢对我都特别的照顾。那么呢曾经呢送我呢这个像笔 SKV， 那时候那个钢笔啊，是那时候因为我爸呢过世了，在家里比较穷一点，又送我很多的佛书，所以我呢私底下呢都呢有翻开有看，那么呢奠下了我呢对佛教坚定的一种呢信心。那么这个因缘呢，一直到我43岁的时候成立了菩提园。我成立了菩提园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在文化中心，现在的所谓的中国庭园大厦第12楼。较清楚。那么那一年呢，我们菩提麻瓜的现在的幕后的老板，曹淑林，他是国际商专的社长，还有呢像高一的社长，佛学社社长，对，很多学社的社长呢，都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有2位呢贵宾。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呢并没有去邀请他们。这是2位的出家的师父，一位就是我们已经访谈过的开正上人，另外一个就是普妙和尚。他们2个在我们菩提园创园的那一天，他们来到了会场。那么普妙老和尚呢非常的慈悲，他呢要送我一个红包，就给我们做基金，但是我们也跟他要。我说我们还没有开张，也还没有运作，所以还不需要用到钱。第二，他说他带给我一个茶车，你知道吗？茶车，在几十年前有那种非常精致的茶车，就是底下呢有那个瓦斯炉，可以在那边呢煮开水，然后上面还有茶盘，还有茶杯，整套的。普妙和尚呢，他送我呢一整套的这个茶车。这个茶车呢，影响我们菩提园非常的深远，因为刚刚好那时候高雄师大的学生他们来呢，把这个泡茶的文化呢带到我们园地来了，刚刚好有这个泡茶车，所以呢可以说相得益彰啊。有茶车又有高师大的同学呢，他们非常的老练，因为他们在学校在寝室里面都在泡，所以在那边我爱上了茶，不敢说是茶道了。一直到今天，譬如说你知道我们刚刚要录影对不对？义祖在那边呢就一定要泡茶，随时随地我一天呢最少要喝3泡茶。这要非常感谢普妙老和尚送我的那个茶车，设备齐全，非常的经济古典呢，有那种呢茶味，非常感谢。所以是普妙和尚送了老师泡茶车，开启了老师对茶的兴趣。可以这样讲，真的。了解。普妙和尚算是以念佛出名的嘛，就是他应该说想到他就会想到念佛这件事情。是，普妙老和尚呢，他因为曾经亲近过唱功，唱功在台湾是有名的念佛法门呢。那么呢，老和尚呢曾经呢，他闭关好多次。对，曾经在大冈山呢闭关3年。
就是念佛了。曾经呢，在我们这个高雄啊，比如像慈云寺，他也曾经闭关。闭关就真的是关在房间。哦，对对对，那有所谓的护关的人呢、护关就是负责给他，比如说一些送洗的衣物，或是三餐啊这样子，让他能够专心的在那边用功。在我个人看起来了，这个普妙老和尚呢，他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朴实的一个人了。所以他呢，在2009年往生的时候啊。当时的这个马英九总统他就有特别提到，那是他的这个我有特别去观礼，特别提到呢，这个普妙老和尚呢是老实的这样的修行的师父，因为这个称号是以前那个演培老和尚呢送给这个普妙老和尚的，演培也是教内里面的长老了，他就认为他是老实修行的。所以他在教内里面就是老修行、老实修的就是与世无争的。有人又称他叫慈悲先生，慈悲，因为呢，譬如说他当过高雄市的佛教会的理事长，他呢一切作为都没有为自己的利益去着想，他为呢我们高雄市的很多的佛教会、很多的那些佛事争取到很多的福利，他自己出钱出力。可以说呢，每一个佛教徒都看在眼里。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说慈悲没有敌人。那么这个普妙和尚在高雄，在整个台湾的佛教界里面，我没有听过有人说过他的坏话，有人批评过他。我想这是跟那个老和尚的个性，他的修为就非常的诚恳，非常的老实，脚踏实地。因为以前那个印光和尚呢，就曾经告诉我们说，每个人应该要老实念佛。我想在普妙和尚的身上，他确实做到了这4个字，叫做老实念佛。了解。普妙和尚还有一个蛮不平凡的事迹，好像是他是组织南传大藏经的人，这样。OK， 他是编纂还是？这个我晓得，我来讲。好。普妙的和尚有一个师弟，是他跟他一起出家的，拜同一个师父的师弟。后来他这个师弟呢，他呢还俗了，就是赫赫有名的吴老泽居士。我呢，因为这个慈仁文教基金会的关系，我前后参加了将近10年，所以跟吴老泽居士呢，就是呢有非常比较密切的。比较频繁的一种，好像跟他请益，跟他对谈。那我知道呢，他那个时候就编纂了所谓南传的大藏经。南传的大藏经就是请普妙老和尚的师弟吴老泽居士呢来负责的。那么这个呢，在佛教史上呢，也是呢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情。对，好像是说是华语圈首次完整翻译这部经典。是，那这个当然了，动不动就是要超过10年了。就这样子的。所以是普妙和尚跟这位吴老泽居士合作，然后一起翻译编译。可以这样讲，吴老泽他是有名的学者。那么呢，普妙和尚呢，他的心在佛教，他就是呢以自己圆恩寺的力量，那来呢出钱出力，来让他最信任的师弟来完成这个不朽的盛事。了解。我认为呢，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呢记上一笔的。就是他们一起合作的意思。是。了解。普妙和尚也是创立了慈仁文教基金会嘛。是。这个慈仁文教基金会因为这个普妙和尚他是发心要弘扬净土宗，那么他是老实念佛，可是呢，他的心并不是走那种所谓的小乘的阿罗汉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他曾经在这儿闭关3年，曾经在那儿闭关3年，对不对？可是他心呢，还是在大乘佛法，希望把这个净土宗能够把它弘扬出去。他呢也是一样的，把那个慈航法师呢所说的佛教的3个救生圈教育、慈善跟文化，他还是念之在之的，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他这个圆恩寺啊，有晚上的佛学班，有周日的佛学班。这个周日的佛学班里面还分大人的、成人的，还分青少年的，分有国中跟高中的，还有儿童的。我前后呢有10年的时间来这个慈仁文教基金会，就是来圆恩寺担任老师的来上课。那么这中间里面呢，慈仁文教基金会啊，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呢，还有所谓的暑假的夏令营。这个暑假的夏令营，我前后大概参与了将近10届。那个时候我记得慈仁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是法慧法师，佛法的法，智慧的慧。那他呢，我去的时候跟他认识，他对我、对那个洪文琼、对那个郑振煌，台大以前那个晨曦社的社长郑振煌啊，那么都非常的好。还有现在古岩寺的那个住持王俊琼居士，那么他们那时候也都来当那个讲师。那么呢，上完课以后都有点心吃，都还有那个二油参草，怎么讲啊？参草，参草二油就是那饮料啦，爱玉啊，爱玉对，是爱玉，就是呢摆在那边随便我们吃。所以他对我们这个讲师那个法慧法师啊，对我们讲师呢非常的客气，非常的礼遇的。那么那时候的这个夏令营呢，动不动就几百人的，都是盛况空前呢，可以这样讲了哦。那么开学典礼呢，跟闭幕典礼的时候呢，普妙法师他都会参加。那每一次参加呢，他都呢叫我要坐在他旁边，那还要请我上来讲话，跟我讲话。他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妈亲近他，我们刚刚讲过了，他最少有2次我知道跟着受到我妈的邀请，回到我妈妈的故乡马公，还有吉贝。是澎湖吗？对，那个吉贝是一个小岛了，吉贝岛。那个时候连灯光都没有了，也没有自来水了。居然。可是呢，普妙和尚非常的慈悲，所以跟着我妈回到我妈的故乡里面去。有一次我呢跟他们同行，回到那边的时候，他呢完全没有价值，因为这个澎湖人呢，有时候呢什么是佛教都不知道。你像我外祖父，我不讲吗？我外祖父第一次听到佛教的时候是50岁，他那种欣喜若狂啊，我阿公啊、外公啊，把7艘的那个渔船都卖掉了。为什么？他为了不杀生啦，不要杀生啦，马上呢受戒，还受了菩萨戒。我外公跟我外祖母，可见在澎湖那的离岛，要想听闻佛法，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非常感恩啊，这个普妙和尚能够不辞辛劳，那时候要坐船呐，然后到那个离岛呢，然后咱们散播的那种佛法的种子。就这一点来看，我们绝对不能看说普妙和尚只会念佛，他只是一个小乘的治疗汉，绝对不是。他是呢奉行的大乘佛教，能够普度众生的这样的大愿来降生在人间。然后呢，一生的修持都是为了要弘扬佛法，为了普度众生呢而设立的。了解。我刚才录音前，师母玉如姐说，慈仁文教基金会的那个周日班，她说他们元亨寺吧，是的那个高丽菜饭很好吃。这个讲起来好玩，一如只是贪吃人家的那个高丽菜饭很好吃，可见他的爱吃。那些办那个活动他都不好好的听。没有啦，也不能这么说，只是刚好聊到。话又讲回来，你有好的饭菜，那些学生你看这里面有那个小孩子，对，有小学生，像玉如姐姐的2个小孩，对不对？现在都结婚生小孩了，他们小时候就有去参加。我那时候呢，为了度那些小孩子，我还去演布袋戏的。我那个布袋戏这么大，太大了，这是布袋戏吗？不是，还有前面还有一个棍子，可以那个手呢，然后那个嘴巴呢还可以动，那个手也可以动的。为了这个，我还不惜成本，从美国纽约
从迈阿密那边呢买回来那个布偶，那个大的那个偶来那边演戏。我记得我在这个延恩市呢就有演过。我度过那边的初中跟高中的学生，我也度过这个成人班。他跟我的因缘可以说是呢建立的非常的深。这些呢都要感谢普妙老和尚，没有他牵引的这条线，我就没有办法跟很多的小孩子，跟很多的国中生、高中生，还有成人们，能够结下这么好的菩提缘。老师那时候去延和寺上课是几岁的时候？我那时候40多岁。40多岁，那个时候菩提园还没那时候菩提园成立了，这样。成立了。对，那成立了。了解。每个礼拜天去有那妇女会了，我都有去演讲过。其他的那师父也对我的非常的好。像那个忏悔法师，现在大概都由他来负责。那么呢，对我们呢都是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都是非常的礼遇的。在这里都要呢特别呢感谢他们，因为晓得只有一个普妙和尚是不够的，他的后面还有德容法师啦，还有忏悔法师啦，还有法会法师啦，还有呢慧宽法师啦，有很多的这些他的弟子们一起撑起了这么好的一个弘法利生的道场。普妙和尚非常的慈悲，他呢常常呢邀我呢到我们现在要上阿里山的那个石桌啊，那个地方啊，永恩是有茶园在那边种茶的，还有在那个北横，在那个复兴的什么北横公路那边也有。北横那边的茶园我没有去过，在这个阿里山这个石桌这个地方呢，它有种茶的地方，我呢曾经去那边呢过夜过。那个呢就非常好啊。当然啦，我不仅仅是在高雄的延衡寺，这个普妙法师呢，他推荐我呢，在每一年的暑假啦，来当这些呢大专的学生也好，社会人士，还有国中生还有小学生当这边讲师。那么就算台北他们在板桥有一个延衡寺的讲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从美国回来，西来大学一个博士叫测定法师，我跟他也熟，他还特别邀请我到板桥这个讲堂去。他到那个板桥的高铁站来载我。那么呢，那次去是为第二天开始有一个礼拜的儿童夏令营对那些讲师们、对老师们上的课，给老师们上课，告诉老师们要怎么样来给小孩子们讲故事啦，要怎么样来领导。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这个专门的了，可是师父呢，他说你那么多年了，应该呢，你来告诉这些老师们要怎么样来上课，小孩子才不会打瞌睡类似像这种那么另外有一次我还记得是高雄医学院跟这个高雄师大这两个学社呢，他们合办了一个叫南区佛学讲习，就在延衡寺，那是200多人。那时候呢，高师大的那个社长啊，叫做赵慧芬。那么呢，那个高雄医学院的呢简瑞珍，他们呢同心协力，把那一场的演讲办得非常的成功。那么呢，200多人呢，在由这个延衡寺来招待，吃的、睡的、用的，全部都是延衡寺呢免费的提供的。对于这个普妙法师，他对于青年学生的支持，对于呢弘扬佛法的热心，从这里呢，我们不敢配了他有他的眼光，他也有他的胸襟。那老师，你觉得普妙和尚他的性格是如何呢？如果说以慈悲的话，我常想开正法师、灿云法师，还有呢，就是以本省的这些师父来讲，是忏公啦、
唱功当然是他东北来的啦，他们这个呢非常的温和，一看呢就是你就很想跟他们亲近，你亲近他们不要怕说呢随时会挨骂，就这点呢，可能我比喻的不恰当，我觉得他们天生下来就是有那副非常慈悲的脸孔，像星云法师，对不对？像那个维觉老和尚也是非常慈悲的，像那个正言法师，他们这些呢都让人呢非常乐于去亲近他们。还有月基法师，月基法师呢，我跟他相处的这几十年中间呢，他呢对我呢都是非常的好。那老师有听过普妙和尚讲佛法吗？ OK， 我想呢，普妙老和尚，我听他讲佛教的故事，也是故事类，就是平常的说法，我倒是没有听过他讲整部的经。不过有一点我要特别要声明的，就是说在佛门里面修行，不一定会讲经说法的人就比较有修行，就比较厉害。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是我讲过了几十部的经，我有什么修行呢？你想想看，对不对？所以我这意思是这样子说，老修行的人把他这一生里面从佛典里面所吸取的养分，透过他自己的实践力行，把它用简单扼要的这样的语言把它散布开来，让他的徒弟们很容易就吸收，很容易就消化。套用佛门的话，福不唐捐，功不唐捐，唐朝的唐啊，白白的，这些福报这些功德都不会白白的浪费掉的。所以虽然老和尚我没有听过他讲整部的经，可是我在他的身上学到了做人处事，学到了要怎么样做一个脚踏实地修行的佛教徒所应该具备的修养。这个呢，我在这边要特别的缅怀，要特别的赞扬他。据说普妙和尚过世的时候，马英九总统是有来吊唁的。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对。然后还有其他佛光山的师父也有去吗？是，我的皈依师父呢，这个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呢，他那天在那种追思会的时候，他有来。他来的时候呢，在普妙老和尚的这个就等于他的遗像的前面，他做出了一件呢让大家都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呢他两膝落了地了，就是跟普妙老和尚呢跟他呢行了跪拜礼。这点我当时看了非常的感动。像佛光山的星云法师，如果说要用世上的人他们所谓的丰功伟业，并不比普妙老和尚差，可是他在老和尚的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呢虔诚跟恭敬，让在场很多人都忍不住痛哭起来了。这一点呢，我常觉得说我的师父呢做得好，这是呢普妙老和尚他呢也受得起，他一生为佛教所尽的力，他一生呢谦虚待人，老实修行，这由佛光山的星云法师来给他印证，在我看起来就给他印证说，老和尚你是佛门的老修行，你值得所有的佛教徒来给你呢跪拜，所有的佛教徒将永远记得你为佛教所做的一切的努力的。这点我特别呢在这边说出我个人的感想，埋在心里几十年了。那么这是我衷心的话。了解。普妙老和尚呢，他喜欢念佛，他一年呢都会举办2次的打佛七。老实讲，我从来没有一次呢从第1天呢打到第7天。就算呢这个我们元亨寺落成的时候，老和尚曾经持续念佛49天。持续念佛，人家打佛七是7天，他是7个佛七，7749。那个时候呢，我呢，
就是也没有参与。可是我现在呢年纪大了，我现在很喜欢念佛，我觉得念佛非常的好。可是呢老和尚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缅怀呢他过去为什么喜欢念佛，我现在多少能够去体会。因为在这个末法时代，在这种呢繁忙的世间里面，很多很多的挫折阻碍，对不对？念佛法门最适合每一个佛教徒自己的修行。所以呢我在这边呢没事，我坐的车啊，比如说现在轻轨就有经过那个轻轨就经过我们的云恩寺的山下没事呢我抬头呢瞻仰那种巍峨的建筑，那些梵语僧楼啊，我就想起了老和尚。我自己这样想啊，我呢祝福云恩寺能够呢越来法会越来越兴隆，那么呢能够呢接引呢更多的在我们高雄市的很多的众生。因为这个众生一批一批的，未来一批一批的过来，他们所遭受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跟我们现在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佛法的慰藉，如果有云恩寺像普妙老和尚那样慈悲的人来普照，来弘扬佛法，来让众生得到那种慰藉的话，那是众生的福报，那是整个佛教的福气。那呢在我个人想起来了，我就有一句话，最后就是呢希望呢普妙和尚能够成愿再来，也希望我们的云恩寺能够呢越来弘法利生的工作越来越顺利。老师，如果你现在请你去参加打佛七，还会去吗？现在去打佛七呢，这个先呢卖个关子可能会去参加啦。那么如果我没有去，我一定会用这个理由，因为我现在2个膝盖比较退化不堪长期跪拜不过禅宗的祖师讲，这是题外话了，各位师长各位朋友，六祖讲过，禅不在坐，打佛七念佛也不在打意思讲不一定在那边呢跪拜呢7天7夜。我呢在我的花园里面在穿梭在那种树林之间，花丛树下来念佛呢，一样功德不会减损OK， 懒惰的人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祝福大家。好的，好，谢谢。那我们这集普妙和尚的部分就录到这里，谢谢，感谢林老师，谢谢。好，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拜拜。